欢迎来到春苗讲坛。现在最冷的时候已经过了，我们可以开始准备今年的种菜了。那根据我往年的种植经验的话，我整理了一下，就说我今年准备种些什么，也给大家做一个推荐。这些品种的话，都是我在这个加拿大，在多伦多或者温哥华实际种植过的，那表现都非常好。它们大体的话可以大类，一个是喜凉耐寒的，一个是喜热的缺果类，再一个是瓜类、豆类、须根类。第一个小蚕豆，小蚕豆的话，它生活学产量非常高，鲜豆的风味非常好，它既能养地肥地，还能提供大量优质的绿肥。我们搞有机种植，那这个自己能保证自己的绿肥供应就非常重要。最重要的一点，它喜凉耐寒，幼苗可以忍耐零下5度的这个低温霜冻。它属于少数可以在霜冻不结束之前都能种植或生长的品种。如果在温哥华早一点，那2月的育苗；在多伦多稍晚一点，那3月初育苗。苗龄2周，然后移栽到地里面以后加这个薄膜覆盖。为什么要育苗？不是说直播不可以，直播是可以的，而是因为加拿大这个小动物偷吃种子非常厉害。如果直播，那会受松鼠、老鼠、乌鸦这些动物的危害，把豆子吃走了。育苗以后就可以避免这个问题。第二个霍兰豆，霍兰豆的情况和这个小蚕豆类似，但它的耐寒性比这个小蚕豆稍微差一点。它的另外一个特点就是什么呢？就是它的豆苗风味很好，我们是可以采豆苗吃的。同时它的豆角也是风味很好的。那经常遇到一个问题，很多朋友会问，那我这个要吃豆苗，那吃了豆苗还有豆角吗？这其实不矛盾。为什么呢？我们种豆子不是种一颗，我们是种很多颗，因此我们在播种的时候适当密植。那什么意思呢？我种2行，采豆苗吃掉1行，留下1行不要采，就专门有这些豆角。那这就是说到采豆苗吃以后，它那1行生长受影响，但是接另外1行不受影响。到它接豆角的时候，这个密度刚刚好。第3个，大叶菠菜。大叶菠菜是我这几年种植当中，我觉得最好的一个叶菜品种。它既耐寒又耐热。3月中旬直播，5月初就可以陆续采苗吃。那夏天高温的时候，它的产量都非常高，我们可以陆续采叶子吃，一直持续到12月份，这个零下10几度的低温来之前，都可以的。但是呢，大叶菠菜它的毛病什么呢？就是叶片烧老以后，容易滋生这个前叶阴，因此我们这个采叶片要及时。如果说是吃不完，那见到烧老的叶片要及时把它采掉，否则的话，叶片烧老那个前叶阴会发展的很快。第4一个麻叶青。麻叶青的话，通常我们在种白菜的时候容易遇到的问题是什么？春天种下去没多久抽苔了，或者不包心。那麻叶青就没有这个问题。麻叶青耐寒性很强，还不容易抽苔。我们3月中旬直播，5月初就可以陆续采收。叶菜类品种都是小苗就可以吃的，那我们适当移植，把这个小苗陆续建出来吃，留下一部分苗，让它长成大白菜。但白菜最大的毛病是什么呢？就是虫害问题。那虫害问题，我们春播的时候不突出，秋播的时候就一定要覆盖这个防虫网，预防菜青虫，否则这个虫害非常厉害。还有一点，任何十字花科的品种，这个轮作都非常重要。要不然如果连作的话，你在同一块地连续种2年，那第3年一定发生大根病。第5个品种，紫色芥菜。紫色芥菜它的营养价值不说了，非常好，那特点也是耐寒性很强，能够忍受零下15度的低温，而且不容易抽苔。那我们春天可以播，秋天也可以播。那春天播种的话，就是3月中旬直播，它的特点也一样，我们可以在播种下去以后40天就陆续见小苗出来吃，留下一部分菜苗让它长成大的菜。第6个，
孢子甘蓝，它的这个涵盖量特别丰富，而且很大一个特点就是什么呢？既耐贫瘠又耐干旱，既耐寒又耐热。它在很瘦很干的情况下依然能够生长。第7个佛手瓜，佛手瓜的话讲的问题很多了。那现在大家最头疼的问题是什么呢？是佛手瓜的胎蒙现象，就是种子成熟以后没有休眠期，留种上有困难，因此的话，往往遇到的问题就是采下来没多久，整个冬天继续在发芽。那我们避免这个问题的关键是拉秧之前再留种，就是霜冻来临之前，挑皮已经硬但是口没有张开的瓜来留种。这个最理想的瓜种是什么？是3月初，2月底3月初露芽，这个时候这瓜种最理想。那我们把它这个露芽的瓜种找花盆来，里面放上肥土，瓜种平放，埋上土，育苗。因为我的瓜种的话，今年这个已经开始，12月份就开始抽芽了，因此我现在已经开始育苗了。育苗的话，它这个在室内能栽出去的时间也是在5月下旬。第8个，茄子。茄子的话品种很多，但以我这么多年来种植的经验，我认为花茄子表现最好。什么是花茄子呢？茄子当中通常它是紫色，里面带白色的花纹。这个品种的话，它不像有的品种容易感染这个蚜虫，或者容易感染这个病害，它没有这个太严重的病虫害，而且肉质柔嫩，做果多。它的特点就是什么？极端的喜热，苗期生长慢，因此我们育苗的时候要提前育苗。第9个，牛角椒。辣椒的品种也是很多，但根据我的种植经验，我认为这个牛角椒最好。为什么呢？它的肉质厚，味道微辣。因为辣椒如果太辣的话，很多人受不了；微辣的话，刚刚好。它的特点和这个茄子一样的，极端喜热，苗期生长慢，因此我们要适当提早育苗。那育苗的时间，3月下旬，然后育苗温度33度，使用育苗灯，苗龄7周左右，在5月下旬移栽。第10个，紫秋葵。秋葵的话，营养价值高，富含钙和多糖，具有良好的保健效果。花朵的观赏价值很高，入秋后果实生长迅速，要及时采收。极端喜热，因此我们育苗要适当提早。育苗的话，我建议在4月初开始，育苗温度33度，同样要保证这个光照。苗龄的话大概6周。第11个，白玉苦瓜。苦瓜品种也很多，但是很多苦瓜品种它这个味道偏苦。那白玉苦瓜的话，它微苦，不是最苦，而且肉质的话脆嫩，瓜形大，产量高。苦瓜也属于喜热的品种，苗期生长慢，因此我们要提早育苗。4月初开始育苗，育苗温度33度，使用育苗灯，然后在5月下旬移栽。苦瓜最大的一个特点就是什么呢？它前期生长慢，但是进到7月中旬以后，分枝大量产生。如果不控制分枝，就会有过多的分枝，密密麻麻，影响它的开花授粉。第12个品种，丝瓜。丝瓜品种同样很多，但是根据我这2年的种植经验，我推荐大家种植的就2个品种，一个是台湾苹果丝瓜，一个是翡翠丝瓜。那台湾苹果丝瓜的话，属于丝瓜品种当中风味最好的。它看着好像有点粗糙，但其实它的皮非常柔嫩，不用削皮，肉质甜脆。那翡翠丝瓜的产量非常高，瓜形大，容易做果。它们最好的一点是什么呢？非常适合速冻储存，而且解冻以后不发黑，味道如初。我们今年储存了很多，到现在拿出来吃都还很好。同样的，丝瓜喜热，苗期生长慢，因此我们这个要提早育苗，育苗温度要高。那所谓提早育苗，就是在4月中旬开始育苗，育苗温度33度，使用育苗灯。第13个，西红柿。西红柿品种就非常多了，上千个品种。我去年种了有10几个、15、16个，但是我认为最好的品种其实就2个，
一个是牛心西红柿，一个是黑西红柿。那这2个西红柿的这个品种的特点是什么呢？它就是牛心西红柿个头大概单果重量一个果子大概能到3磅左右，而且产量很高。那黑西红柿的话，甜度高，当水果吃很好。那西红柿的问题要注意哪一些呢？第一个，西红柿属于商业化非常高的品种，因此的话，杂交品种占多数，不适合自留种。这个即便是那个传家宝品种的话，它这个你可以自留种，但是传家宝的话，它个头很大，但是皱褶很多。皱褶多的话，我们在加工处理当中就是丢的部分很多。那西红柿的话，牛心西红柿的话，基本没有什么丢的。第14个品种，黄金西葫芦。黄金西葫芦，它果子金黄色，带有特殊的这个香味和甜味，属于西葫芦品种当中风味最好的。西葫芦最佳的生长温度是20到25度，但是呢，它属于这个瓜类品种当中比较喜凉的，那也就是说属于瓜类当中可以最早育栽的。那我们在这个4月底5月初育苗，5月中旬育栽，它结果快，衰老也快。那我们在6月底叶片开始衰老的时候，要及时清理叶子。同时的话，我们采用分区播种法来延长采收期。那也就是说，比如说我们在5月初播种，那5月初播一次，过5天再播一次，再过5天再播一次，分3批来播种，那我们就可以把它采收期延长。第15个，坎瓜。坎瓜属于南瓜的一个变种，它最大的特点是开花坐果早，雌雄花分布均匀，生长期间可以扛着吃。坎瓜的问题我们讲的多了，今天这里不多讲。但是呢，坎瓜属于什么呢？属于这种非常值得种的品种。为什么？它小瓜产量高，这个坐果明显比其他这个南瓜容易。在6月份、7月份，其他这个南瓜品种还没有瓜的时候，那小坎瓜就可以出来了，可以很多。另外，它的这个老瓜耐储存，产量高。那我们5月初育苗，5月底育栽，需要结实的棚架。第16个最值得种的一个南瓜品种，贵族南瓜，又叫丑瓜，它属于南瓜品种当中风味最好的品种，面甜好吃，还带香味，皮柔嫩，属于是老瓜，但是呢皮不削皮都能吃。第18个黄瓜，黄瓜品种很多，但是我推荐大家种植的什么是天津的品种，天津的甜脆黄瓜品种，我们去年种过，它这个结果非常多，也属于瓜类当中比较喜凉的品种。黄瓜种植当中，很多人会觉得有很多问题，有黄瓜虫啊，有种种问题啊。但其实呢，种黄瓜不难，关键是什么呢？黄瓜的这个根系比较浅，它比较娇气。一方面，它根系浅的话就不耐干旱，所以因此的话，我们浇水需要这个比较均匀。第19个田螺玉米，我们去年种了玉米以后，效果很好。在我看来，多伦多的气候属于最适合种这个玉米的。但是呢，很多人种玉米往往出现一个问题，种下去不出苗，或者说结玉米以后自己吃不到。那这什么问题呢？种下去不出苗，最关键一点是种子种下去以后被动物偷走了。因此的话，我们这个玉米为了防止动物偷种子，最好采取这个育苗育栽，这样的话小苗栽下去，动物的破坏就没那么严重。到这个成熟以后，动物偷的问题，那我们就是要采取防护。那其实这个防护措施是2层，一个我们菜地四周的这个围栏一定要这个采用细眼的围栏，让这个老鼠啊、松鼠啊它钻不过来，这个是第一个。第二个的话，它这个背包这个须有点粘以后，我采用的什么？采用那个矿泉水瓶，把它这个抵解掉，剖开1剖2半，套在玉米上。我们种玉米一定要有这个群体优势，就是起码种30棵以上，越多越好，这样的话它结果就很好。第20个豆角，豆角的话也是属于这种
值得种的品种。种菜不能少了豆角，它豆子营养丰富，种豆可以养地，豆秆可做肥料。但是呢，种豆当中大家往往遇到的问题，那我们第一个问题，种豆种下去烂种不出苗的原因，它这个要求的温度发芽温度差不多是要20度、25度，那温度满足不了要求，它烂种了。再一点，金龟子危害最严重的是在7月中旬以后，那我们准时在6月上旬播种，让它在7月中旬以前把花全部开完。这个时候的话，它一开始结果，叶子老化以后，金龟子危害就很轻。第21个就是紫色芦笋。紫色芦笋是近年当中大家这个非常推荐的一个品种，种一次可以收多年的品种，耐旱耐寒，种植方法简单，只要保证土壤疏松、土层深厚、肥力足，而且种1年，年年有得吃。从种子种植比较慢，用根种植比较快，从种子种植大概3年以后才有采收。第22个，藜蒿。藜蒿具有独特的风味和良好的保健效果，耐寒耐旱，种一次可以收多年，种植期灵活，用根种，方法简单，只要土壤疏松、土层深厚，那每年这个春天都有采不完的藜蒿。第23个，韭黄。韭黄的话营养丰富，风味独特，韭黄的价格比这个龙虾还贵，但其实的话，只要我们自己会种，那就非常简单。那种韭黄的基础是绿韭菜，我们只要把绿韭菜种好，那我们在夏天就采取一季绿韭菜一季韭黄的方法。那韭黄怎么种呢？我们收了绿韭菜以后，马上铺上这个肥土，罩上黑色的塑料盒子，10天以后，黑色的盒子打开就可以采收韭黄，非常简单。它的基础就是绿韭菜一定要种好。暖季型品种怎么育苗？请看这里。